我邀请顾妍加入我的欧洲毕业旅行。出发那天，我才知道她将她6个闺蜜都带上了，其中还有一个男闺蜜，大大小小的行李箱要我搬，飞机票和酒店要我订，却连一个笑脸都没给我。花销我负责，稍慢一步就会得到一堆的埋怨。到法国时，文茜非要效仿法国人的浪漫，跟她的男闺蜜在埃菲尔铁塔下激吻。我愤怒扯开2人，却遭到他们的围攻。他们只是朋友，只是外国礼仪而已。你也太激动了。是啊，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。女朋友不赞同地看向我，她觉得我小题大做。她说只是朋友而已。她跟她男闺蜜自小就认识，她们一直都是这样的。既然她这么喜欢她的闺蜜们，她们就锁死吧。当天我带着她们去最繁华的街道，让她们感受到一下法国少年们的热情。趁着少年抢东西时，我直接离开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梦妍，你怎么才来？你知道小妍他们等你多久了吗？我进入机场，一个微胖的男人就冲到我面前了，他的手指都快戳到我脸上了。你呀，有病去治病。我打开他的手，没好气地说道：梦妍，你怎么能跟小雅这么说话？原来这个胖男人就是顾妍口中的好闺蜜李小雅。我一直以为她是女生呢。我女友挡在胖男人的面前，一脸怒气地看着我。小妍，他们是谁？李小雅竟然是男的，你之前怎么没说？大学毕业，我爸妈想让我继续出国读书，便安排了这一次欧洲毕业旅行。本意是想让我自己选以后留学的学校。顾妍是我女朋友，已经见过家长，就想着结婚前带她出去旅游。可她却带了闺蜜们来，她们都是我的闺蜜，她们还没有出过国，想跟着我来见见世面，我就将她们带来了。小雅一直都是男生，你没问就默认她是女生了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顾妍丝毫没觉得不妥，说得理直气壮。他们有护照、签证办了吗？机票买了吗？我3连问。护照和签证都弄好了，机票你现在去帮忙买一下，我们去搬行李。看在顾妍的面子上，我没有计较，还是去帮忙买了机票。可当我们回到门口时，却发现他们只是将行李搬到了入门的位置。他们7个人足足有10来个箱子。梦妍，你怎么才来？快点将箱子搬过去，马上要登记了。顾妍指挥着我去搬行李箱，其余人说说笑笑，丝毫没有要搭把手的意思。我一个人搬，凭什么？我是出来旅游的，又不是出来找工作的。你一个大男人怎么磨磨唧唧的？快点搬！顾妍抢过我手中机票，带着她的闺蜜们去往检票口，一直在原地耗着，也不是个事。我只能雇人帮我搬行李。10个小时后，落地伦敦希斯罗机场，他们再一次丢下我，率先离开机场。这一次，我只拿了顾妍的行李。梦妍，我们的行李呢？李小雅向我质问道：你是没断奶的巨婴吗？我是你爸吗？你的行李你不自己拿，你等谁给你拿呢？一个大男人斤斤计较，小妍怎么受得了你的？李小雅高高在上地指责我，好似我天生就该为他们服务。我的毕业旅行，你们死皮赖脸地跟来，机票钱都是我出的，你哪来的脸指责我？你这么大方，你将其他人的机票钱一起付了。我打开收款码，递到李小雅的面前。你一个大男人不会这么斤斤计较吧？只是6个人的机票钱而已，这都拿不出来吗？你放弃，只不过我1周的零花钱而已，我会拿出来。不管李小雅是真拿得出来，还是假的拿出来，她今天都必须将钱扫给我。
我收到李小雅转账的瞬间，我的副卡也有一笔转账消息。好家伙，把我的钱从左口袋放到右口袋里，你用我的副卡给我付钱，你要脸吗？孟言，差不多行了，副卡是我给他的，我欠他一笔钱，等我手头有钱了，我还你就行了。顾言夺过我手中行李，怒气冲冲往外走。小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旅行结束后，我就要跟顾言成为一家人了，这点小事我也不想计较，一家人没必要算那么清楚。孟言，你故意在我闺蜜们面前斤斤计较，你是不是故意让我丢脸？我只邀请你来参加我的毕业旅行，你却带来了这么多人，他们护照签证都知道办，偏偏不买机票，他们这是想我冤大头啊！其他事情我都依你，就这件事我办不到，他们这是想来占便宜，让我负责所有人的开支。欧洲旅行本就贵，我还要带着几个无关的人白吃白喝，除非我脑子短路了。她们是我的闺蜜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她们？就当是我向你借的，等旅行结束，我还给你就是了。我早就答应他们，不想让他们失望。还我！顾言以前就爱打着这个名头找我要钱，但那都是小数目，我不在乎。可这一次不同，我的钱只够负担我和顾言的开支，如今多出6个人来，这一大笔花销不在我的计划里。我的毕业旅行的钱是规划好的，没有那么多，副卡我也停了。他们要是没钱就回去吧，来时的机票就当我资助他们的。坐了10多个小时的飞机，我现在还很累，不想跟他继续扯了。我爱他，跟愿意做冤大头是另一回事。我雇的车到了，你要跟我走，还是跟他们离开？顾言要是非要带上他们，那就别怪我狠心了。车快开走时，被顾言叫停了，他们自己负担开销，我们一起去你订的酒店。可等到了酒店，就不是那回事了。他们打算6个人都住在我给顾言订的酒店，全是女生，也没什么。偏偏李小雅这个怪胎，我肯定是不想跟李小雅一间房的。顾言，你觉得没问题吗？我对顾言的耐心耗尽了，一路上他骚操作不断，有什么问题？都是闺蜜，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，一直都是这样的。顾言不觉得有问题，他李小雅是男的，你们6个女的跟他一个男人同处一室，还觉得没问题？一起长大的，就连性别都不顾了吗？男女有别，能因为一句青梅竹马而不存在吗？孟言，你他妈的事怎么这么多？一会这个，一会那个，娘们唧唧的，没完没了。李小雅指着我鼻子骂道：就是，你要是看不惯，你出钱给我们开房啊！不出钱，你叫什么？文倩跟着李小雅附和道。其他人这个态度，不耐烦地看着我，搞得我像是欠他们的一样。随便你们吧。顾言刚才那个样子，应该没少跟李小雅睡在一个房间里，他自己都不在乎，我在乎什么？之前每次跟我吵完架，他都去找李小雅，应该也是这样了。我突然没那么喜欢顾言了，我有些精神洁癖，他的所作所为让我觉得他有些不值得我为他付出了。回到房间后，我将今天发生的一切告诉给我的小表妹。我刚吐槽完，她将我拉进了一个小群，群名叫讨厌的人成为我嫂子了，要怎么办？我表妹周田一直不喜欢顾言，我进群不一会，就有不少人跟我吐槽顾言。我在他们口中认识了一个全新的顾言，在我眼中的顾言都是他伪装出来的。周田每次来找我，顾言都在他面前指桑骂槐，说他用我的钱。可我明确地告诉过他，周田的所有开销，大姨都打给我了。周田家也是做生意的，人家不差这点。
顾言还让我的这些弟弟妹妹给他代购过不少东西，我立马将钱补给他们，并让他们将当初的截图发给我。我回去就和顾言分手。此时此刻，我才看清楚顾言的真面目。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旅游暴露出来的，是他本来就是这样的。以前只是在我面前隐藏着，他觉得见过家长，给了彩礼，婚事就是板上钉钉了。哥，你的恋爱脑终于好了，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你不跟我说，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。在我面前，他完全不是这样。准确来说，在没有见家长给彩礼之前，他还不是这个样子的。那时的顾言只是有些小脾气，本质上还是个好姑娘，能听得进去话。如今的她，我是全然陌生的，因为面子就敢答应带这么多人来欧洲旅行，全然不考虑自身的情况。或许他们从一开始就拿我当冤大头了，想让我承担所有花销。你以前恋爱脑那个样子，我哪里敢说？别到时候你们没分开，还跟我关系不好了。周田吐槽道。我跟周田聊得起劲，被打断了。梦妍，我饿了，带我去吃饭。顾妍带着她的闺蜜团敲响我的房门。我原本不打算理会，可她竟然说我出事了，带着前台和酒店的医疗队来开我的门。顾妍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们饿了，带我们去吃饭。顾妍没觉得她的行为不对，你们饿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去酒店饭厅去吃啊。梦妍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一顿饭钱还计较得这么清楚，我都要嫁给你了，你就这么对我？顾妍站在门口撒泼打滚，吵得其他人纷纷探头来看热闹。最后一次，明早我就离开这里，之后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的毕业旅行不能因为这些人毁了。到达酒店餐厅时，他们如秋风扫落叶般席卷了最贵的食物。餐厅的服务员多次强调吃完了再拿，不能浪费食物，可他们压根就听不进，反而觉得服务员瞧不起他们，认为他们吃不起。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听出服务员这个意思，反正就是将餐厅弄得一团糟。我不想跟他们丢脸，独自坐在角落，安静地享受食物。偏偏有人不想让我安心吃饭。李小雅借着打闹的由头，将一杯冰水泼到我身上。你觉得我是个软柿子？我是不是对你太客气了？我抓着李小雅的头往餐桌上撞去，她反手想要来扯我的头发，我直接卸掉她一只胳膊。别看李小雅这么胖，手上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她的反抗压根不够看。梦妍，你干什么？顾妍冲到我面前，将我推开。刚才李小雅给我泼冰水，她还坐在那里笑，如今却担心起李小雅了。她那担心的样子，好似李小雅才是她的男友一样。她刚才干什么了？你没看见？小雅只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这么敏感？你快点送小雅去医院。开玩笑？我觉得好笑的那才叫玩笑，她这叫找茬。我跟她熟吗？你不是爱把大男人挂在嘴边吗？怎么这点小伤，大男人还要去医院呢？李小雅不是爱打嘴炮，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李小雅疼得额头上满是汗珠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当她缓过劲来，就给了顾妍一耳光。都是你出的馊主意。原来是顾妍的主意。顾妍，你对我哪里不满？你要跟我开这个玩笑？身上的冷意比不上心寒，都怨你。明明只是个玩笑，偏你小题大做。顾妍又端起一杯冰水泼向我，她的那些好闺蜜为她出气，也纷纷效仿。我在夏日的室内感受到了冬日的温度。顾妍，我们分手吧。而顾妍全部注意力都在李小雅的身上，压根没听到我的话。他们带着李小雅匆匆去往医院，却要我来给他们收拾烂摊子。
因为食物浪费，我还出了一大笔罚款。可这才是一个开始。当我浑浑噩噩地走到门口时，看到了不少人向我讨债，他们都是酒店附近的商家。顾妍带着她的好闺蜜们去逛了一圈，最后将账记在我头上。我是不想付的，他们死抓着我不放。我为了逃脱，只能先服软。每一家的账单我都保留着，这一会的功夫就花出去10万。他们这是将我当成 ATM 机了，毫无顾忌地花钱，完全不顾我的死活，处理掉他们的烂账。我回到房间时，只觉得头重脚轻，我感觉浑身发热，草草洗漱一番，便睡下了。在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，顾妍打电话来，非要我过去给李小雅付医药费。顾妍，我感冒了。你因为你们给我泼的冰水，我生病了。你关心过我吗？就几杯冰水而已，真矫情，不来就不来，找这么烂的借口。我告诉顾妍我生病的事，对方却一点也不在乎，连一句关心都没有。此时，我无比庆幸在婚前看清楚顾妍的为人，要是婚后我生病了，她怕是早就联系好了火葬场。只等把我烧成灰烬，就带着我遗产跑路。不知道是被顾妍气的，还是因为生病了，头晕得很。这么下去，肯定会出事。我忙打电话联系酒店前台，可我打电话时发现，我酒店的电话线被人扯断了。我只能下去找前台了。酒店有专门的医疗队，感冒肯定能处理。我费劲地穿好衣服，从床上坐起来时，眼前发晕，直接倒在了地上。我好不容易爬起来，可浑身没劲，摇摇晃晃往门口走去。刚打开门，人又一次昏倒了。等我再次睁眼，身处陌生的房间，我想起来被人按下了，将感冒药喝了，好好休息。一张亲切的亚洲脸，熟悉的中国话，让我安心不少。有人找过我吗？我一边喝感冒药，一边打开手机。我对顾妍还抱有最后一丝希望。只听到你手机不停地响，但我打不开你的手机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找你。打开手机，数十条短信弹出来。这张卡是给顾妍的彩礼钱，五花八门的花销，什么都有，一天就花掉了10万。其中男士用品占比最重，我自然不认为这些东西是买给我的，那东西都是顾妍买给李小雅的，他们的关系不一般。我的头上早就戴绿帽了，这张卡是以我的名义办的，告诉顾妍让她转走，她应该是怕麻烦没有转，现在倒是方便我了，我直接将她卡停了。没出3分钟，顾妍的电话就打进来了。我消失了1天1夜，她不关心，没钱立马就知道要来找我了。梦妍，你给我的那张卡怎么回事？哪张卡？不清楚，这是你给我的彩礼钱。你不清楚，当初说好的30万，怎么一下就没了？真厉害，一天用30万，用不了就是没了。我直接挂断电话。你好，我叫梦妍，谢谢你照顾我。秋瑶，都是老乡，不用客气，我请你吃饭吧。我们这边刚出房间，就看见顾妍带着人怒气冲冲找来了。好啊，我说你怎么对我朋友那个态度呢？原来是出轨了，有了新欢了。顾妍不了解事实，直接将秋瑶打成小三。顾妍，你说这话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你女友，你的未婚妻。我嗤笑一声，你现在知道你是我的未婚妻啊？我生病了，昏倒在酒店门口，要不是好心人帮我，我说不定就烧傻了。那个时候，我的未婚妻，你在哪里？在陪你的好闺蜜呢。小雅的伤是你造成的，我在替你赎罪。再说，谁知道你是真生病？我哪里判断得出来？又是这样，明明是顾妍的错，她却爱将问题推到我身上。以前
我能包容他的小脾气，是因为我觉得他只会在小事这样。如今看来，大事小事没分别，他就是不在乎我。那我失踪了1天1夜，你有联系过我？我病还没好，你就带人来质问我钱的事，还说我的救命恩人是第三者，你算什么未婚妻啊？我对顾言最后一点执念也没了。孟言，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你怎么总爱翻旧账？顾言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将他的问题推给我，他做错事了，但是我说话的态度有问题，那就是我的问题。呵，顾言，你颠覆了我对你的认知。我们分手了，请你在1周内将彩礼打回那张卡，给彼此留点体面，别逼我闹得太难看。分手？我没同意分手，凭什么分手？我有些不懂顾言了，他明明喜欢李小雅，为什么不直接跟李小雅在一起？分手而已，不需要你同意。我跟秋瑶道了一声抱歉，这次怕不能请你吃饭了，留个联系方式，下次我请你。我现在没了什么旅游的心思，又生病了，我现在只想回国。没事，身体要紧。我目送秋瑶回到房间，这才往我房间走去。可顾言和她的闺蜜团不放过我。孟言，你准备去哪里？回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生病了，不能旅游了。你现在不是好了吗？文倩小声说道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顾言和她闺蜜一样，都是些只顾自己不顾他人死活。他们不是想跟我一起旅游，是怕没了 ATM 机了，穷游。而欧洲旅行，想要穷游几乎不可能。可我现在生病了，想要摆脱他们这么多人，几乎不可能。既然他们这么爱旅游，那我送他们一场难忘的旅行。我不回国可以，接下来你们的一切开销必须自己负责。顾言偷偷给其他人使眼色，其他人不情不愿地答应下来。我假装没有看见他们的眉眼官司。1个小时，我们出发去法国巴黎，见证一下浪漫巴黎的风土人情。我刚关上门，他们就在外面吵起来了。顾言，我们可是说好了你请客的，现在让我们自己掏钱，我们哪里有那么多钱？放心，你们先出，后面我不激你们就行了。孟言，可说了要跟你分手，你后面拿什么补？文倩不相信顾言的保证。孟言比狗听我的话，他才不会跟我分手呢。如今是在气头上，等我哄一哄，人就屁颠屁颠的回来了。原来在顾言的眼中，我对他的言听计从，比狗还要低一等。你们还不相信小言吗？孟言之前说了好几次分手，有哪一次分了？李小雅说道。相比于顾言的话，这些人显然更听李小雅的人，他们压根就不是顾言的闺蜜，是李小雅的朋友吧？只不过这么多女性朋友，怕是不简单。3个小时后，我们在戴高乐机场降落。这一次没有人作妖，行李都是自己拿着的。原来你们会拿行李啊，我还以为你们脑子有问题呢，连自己的行李都拿不了。我讽刺道。可他们不敢惹怒我，怕我直接撂挑子不干，直接回国，那他们的欧洲行就泡汤了。其中最难受的就是李小雅。李小雅不敢来找我麻烦，便想通过别的事情发泄一下情绪，而她选择最冒险的一条路，她竟然选择去调戏黑人。她见那名黑人女性是一个人，对人家吹起了流浪哨。我看了一眼那黑人女性的腰间，她有一个枪包，只是被她的挎包挡住了。我快走几步，出了机场。要命事情，我可不想掺和，反倒是顾言还过去给李小雅帮腔。我回头看去时，顾言正一副正宫娘娘的派头，对那名黑人女性评头论足。李小雅得意洋洋地看着我。顾言这个样子才像李小雅的狗，
那名黑人女性还是很理智的，她掏出枪，拿在手中，并没有开。李小雅和顾妍顿时哑声了，围在她们身后的闺蜜团瞬间散开了，生怕跟她们沾上关系。事情最后以李小雅和顾妍赔钱跪地道歉为结束。当他们在机场门口同我会合时，皆是一脸菜色。这里可不是国内，下次再叫嚣，先看看自己有没有实力。在去往酒店的路上，顾妍一改常态，开始讨好我。我也没忘我的目的，也准备给他一个甜头。你放心，我怎么让你的朋友掏钱了呢？等回去后，我会给他们报销的。顾妍得到我的承诺，立马分享给其他人，所有人眼神都火热起来。到达酒店时，每个人都没节省，都开了总统套房，衣食住行样样都要最好的，旧货直接被丢掉了。我带他们去埃菲尔铁塔下，在那里有我给他们准备的惊喜。我的惊喜出现呢，他们先给了我一个惊喜。顾妍和李小雅站在埃菲尔铁塔下激吻，她们的闺蜜头除了文倩脸色不太好，其他人皆在起哄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顾妍不同意分手，结果给我来这一套，现在戴绿帽子都不避人了。我愤怒扯开两人，却遭到他们的围攻。他们只是朋友，只是外国礼仪而已。你也太激动了。是啊，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。女朋友不赞同地看向我，她觉得我小题大做。梦妍，你也太老土了。我们在效仿法国人的自由浪漫。顾妍这既要又要的样子真难看。既然她这么喜欢她男闺蜜，那他们就锁死吧。我不动声色朝暗处招招手，下一秒跑出不少外国少年，他们直接包围了我们一伙人，抢走我们的东西，就连我的东西也不例外。我早知道雇佣他们，他们不会完全听我安排。我今天出门只拿些不重要的东西。小偷，抓小偷！我一边喊一边朝着他们跑去。其他人想要追过来，一睁眼人就不见了，压根分不清谁是谁。我摆脱他们后，立马回酒店，拿上东西后直接回国了。上飞机后给顾妍发完分手短信，虽然他看不到了，但流程要走。发完后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。到达京市，是周田来接我的，他还为我准备一捧鲜花，恭喜哥脱离苦海，重新做人。什么叫重新做人？口误。哥，你之后打算去哪个国家读研？我不打算出国读研了，还是国内好。我打算考研，国外看病太不方便了，我还是留在国内吧。加油！没了顾妍，你以后每天都是好日子。周田是真的讨厌顾妍，别提他了，会气得很。之后我一边在我家公司帮忙，一边考研，整个人忙得跟个陀螺似的。要不是顾妍来我家公司楼下堵我都忘记这号人了。梦妍，你怎么能将我们扔在法国？你知道我是怎么回来的吗？顾妍比之前黑了好几度，像是逃难回来的难民。我跟你已经分手了，你的事情跟我没关系，我没有兴趣听他们的历险记。梦妍，你之前说过要给我们补上的，这是票据，你什么时候打给我？顾妍像是没听到我的话一样，还想找我要钱。你听不懂人话，我们分手了，你们的开销，我凭什么不给你们？我瞟了一眼，每个人都是几百万的开支，真敢花呀！真以为我这个冤大头会买单啊？分手前你也要将钱补给我，你说过的，有合同。什么？没有合同？我凭什么承担？我说过的话多了，我都要完成吗？他凭什么觉得他还能拿捏我？我绕过他，直接上了车。然而顾妍没死心，公司赌完又跑去我家了。他向我父母哭诉，向他们要钱。
可我早就将他的所作所为告诉给他们了。父母一个好脸色都没给他，直接将他扔出去。我生病时，顾言怎么对我的，他还想我父母像之前那样对他，怎么可能？顾言一个人不行。第二天，她带着她的闺蜜团来闹事，他们来问我要钱，还打着让我还钱的名头。这点小事对公司来说影响不大，主要是他们只喊口号，又拿不出借条，网友又不是傻子，肯定不信他们。我下班直接走侧门，不跟他们打交道。我到家时看到了周田，他从他的那些朋友那里打听到了顾言他们回来的办法了。起初我们并没有将我的失踪当回事，只认为我是因为别的事情耽搁了。他们依旧按部就班吃喝玩乐，当他们最后一笔用完，这才发觉问题的严重性。他们被酒店扫地出门后，在街上晃荡很久，终于碰到了好心人。说是好心人，其实就是放高利贷的。那每个人几百万的流水便是这么来的。高利贷涨幅多快，特别是不正规的那种，利滚利，一下就能带进去一条命。可他们不在乎，他们借着高利贷还在法国玩了半个月才回国。他们是真的将我会给他们补钱的话听进去了，他们怎么就没有想过我都把他们丢在法国了，我的话管什么用？谁给他们的自信？怪不得他们要死死扒住我不放。他们都不是富裕家庭，估计也补不上这么大的窟窿。顾言家里不是挺有钱的吗？他不帮着还点吗？他家是连小康之家都算不上，他连自己的债都还不上，更别说是别人的债了。他的父母我也见过，不像是贫困家庭出来的，那根本不是他父母，是他找来的演员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自从跟你谈过要和顾言分手，我立马帮你调查他。你了解的他压根不是真实的他，他有恋胖癖，不只是他的那些闺蜜都是。在你之前，他交往过的男朋友越胖他们越喜欢，怪不得他们那么维护李小雅。李小雅也不是很胖啊，看上去也就180，还没到那种特别胖的地步。他拿着顾言给他钱，抽脂去了。以前是个300多斤的胖子，周田怕我不信，还将照片找来了。前一个信息我还没消化掉，后一个信息就被抛出来，顾言怀孕了，不是我的。顾言跟我在一起后，很介意婚前性行为，我便没有提过。我没碰过她，是李子雅的，是在法国怀上的。不止顾言怀孕了，文倩也怀孕了，也是李子雅的。太乱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。他们都做出这种事情，怎么敢继续缠着我的？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事。我被人打了，是顾言的父母干的了。他们觉得是我搞大了顾言的肚子，要我负责。一开口彩礼就是100万，这还不是全部。你必须给在京市买房买车，房我要别墅，车子少于100万我不开。顾耀祖一张嘴就是100万，我又不是神灯，什么愿望都敢跟我许啊！我看你做梦比较快，你怎么跟你小舅子说话的？顾父顾母就因为我这句话对我大打出手，我快速挣脱他们后，还是被他们给打伤了，额头流血了。我的秘书直接报警了。当警察要将他们带走时，顾言才施施然赶来。梦妍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父母？你再这样，我就真的不嫁给你。他还没认清他的定位，他们是你父母。上次我们见的是谁？再者说，我跟你分手了，谁要你嫁我？你快点将我之前给你的彩礼还给我，不然我告你诈骗。见家长连父母都是假的，这不是诈骗是什么？我们私了，别让警察带走我爸妈。私不了，故意伤人，必须将他们抓起来。我一再退让，真拿我当软柿子，完全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
这下顾父顾母不神气了，你个死丫头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你想害死我呀？扫把星，老子打死你，打死赔钱货，打死赔钱货！顾家这4个人都挺难评的，没有一个正常人，当着警察的面都敢家暴，私下不一定什么样呢。可我没心软，顾言这样都是他自找的，顾父顾母故意打人，造成我轻微伤，自被处8天拘留，并处罚金400元罚金。顾父顾母还没从拘留所出来呢，顾言又整幺蛾子，他在网上败坏我的名声，说他怀了我孩子，却让我还他彩礼。他将我同秋瑶从房间出来的照片放在封面，造谣秋瑶是第三者。这件事是我连累了秋瑶，秋瑶有权利知道真相。当我将这件事告诉给秋瑶后，他给我发了几段视频，是我在酒店的遭遇，被泼冰水、发烧昏倒，其中还有顾言跟李小雅的暧昧视频。我没有立马公布视频，而是想等事情热度涨上去后，一巴掌将他们拍死。一直被苍蝇烦着，也受不了。这一次出手必须一劳永逸。我跟秋瑶说了我的计划，他对我计划没有什么意见。顾言越编越上头，自己都沉浸到他编造的故事中了。他真信了我是渣男，他是无辜的受害者。顾言的故事真的吸引了不少人支持，他的支持者来攻击我家的公司、我家的产品。或许是他太过顺利，而我这边又一直没有行动，自以为拿捏了我。她的闺蜜团也出来为她作证。人均表演艺术家，原本不站队的网友也动摇了，更多人加入他们的队伍，声讨我。我在热度最高时，直接公布了所有证据。顾言的肚子的孩子怀上时，我在国内，压根不是我的，我有充足的证据。我发烧昏迷时，顾言他们的所作所为，秋瑶只是一个好心人，结果被他们攀扯上了。我生病的时候，他们拿着我的钱逍遥快乐，他们去旅行不出钱，所有花销都让我全包，半个月用我30多万，还说我自私。顾言怀了别人的孩子，更别的男人在埃菲尔铁塔下激吻，还要拿着我的彩礼不肯退，要钱不成就来栽赃抹黑我，一桩桩一件件，我都有视频或图片。相比于他们空口白牙讲故事，更有说服力，登高跌重。当初有多得意，如今就有多狼狈。商号也抵挡不住网友们的热情。第一个受害者便是顾耀祖。顾耀祖毕竟在上学，他一家所作所为也在我当初公布的证据中。所有孩子都不敢跟他玩，他被孤立，就天天逃学。他读不了书，自然要不了祖。顾父顾母不管顾耀祖，将错归在顾言身上，对他非打即骂，压根不将他当孕妇。孩子直接被打掉了。而她的那个闺蜜团比顾父顾母更恨她，因为她的承诺，他们背上了巨额债务，一辈子都要打工还债。至于李小雅，她比其他人好过多了，没了顾言捧着她，文倩依旧喜欢她，打断她的腿，将她当猪养在家里，最后肥成球。他们的故事还上了新闻头条，不然我也注意不到。不过都跟我没有关系了，考研上岸了，我继续深造去了，他们的纷纷扰扰跟我都没有关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